58%，就所谓的58%的菜。然后鸡，或许先不要选炸鸡咯，选烤鸡，然后把那些皮扒掉。嗨，大家好，欢迎回到什么频道？今天我要来我们身后的这一间 Warren Wok 吃午餐。那为什么要来这一间呢？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哈，在我的后台我可以看到，我的 subscriber 呢是以男生居多，就比较少女生。那我在想说 ，OK 啦，合理啦，就是女生每个爱美嘛哈，不可以看这个胖子每天吃，万一看了我吃了过后自己也吃越胖怎么办？今天我会meet我的一个朋友在那边吃午餐哈，他是很注重健康，他是有去做运动，经常啊在他们的那个member 里面，他们有时会根据他们的教练哈做一些 challenge， 比如说30天的 challenge 要吃减脂餐。那减脂餐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如果有注重养生、注重健康，或者是有减肥、有做运动的人都知道，减脂餐就是所谓的 low carb。吃的话呢，可以吃到各种各类不同的吃法。说到减脂餐，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一定要吃到很清淡吗？很可怜吗？像在我认识我这个朋友，应该说，在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吃的减脂餐之前呢，如果你说你要我吃减脂餐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今天不一样，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他每次 share 给我他吃的减脂餐的照片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 sure 吗？这个叫减脂餐？这一个 Warren Wok 的地点就是从 Puchong 的 Kenari 之前介绍的 Morenos， 在那一个方向，那边真正一条路，前面那条大路直接往这边走。这一边呢是能够出去 Bukit Jalil Highway， 前面 U-turn 就可以去 Bukit Jalil， 所以这条路也是一条非常繁忙的一条道路。Warren Wok 就在路旁，很明显，大家经过就可以看到。然后 Warren Wok 是向这路口的第一间，里面的这个角头间铭记，要是会吃的人应该知道，铭记鼎鼎有名的美食店。当时他在Puchong要开的时候，我看到在他们的 Facebook 底下，所有的Puchong人在欢呼啊。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拍一拍，分享给大家。好，那我觉得先不多说，今天我们就去看我的朋友可以怎样带着我去吃我看到会流口水的减脂餐。Alright, let's go. Saya nak 2 nasi kabur, 1 ayam bakar. 因为这一间是我的朋友介绍的，所以今天当然就是由他来点餐。Sebab dia yang bawa I ke sini, jadi I punya pun dia order. Oh. Dia punya nasi biasa? 那一个比较美，要 presentable， 要给观众朋友看到有胃口的。Yang pertama tu apa tu? Ini? Apa? You atur cantik ah. Dia buat video. Sudah dengar lah, sudah dengar sini. Dia punya biasa. Semua apa yang perlu letak aja. Apa yang you nak I makan you bagi saja lah. Wow，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朋友的减脂餐，大家敢相信吗？这样子才26块3毛。好，先给大家看，我的这一个是普通的。那我的朋友的这一个就是所谓的减脂餐，大家看到分别大吗？当然了，他很坏，他讲他的虾饼他不要就给我，所以呢他就越来越瘦，我就越来越胖。首先我们有吃炸的虾饼，没有咯。然后你吃炸鸡，我吃烤鸡。然后我的饭一般，你的饭是full，然后你的有 gravy curry， 我的只是饭和budu就是那个鱼酱。没有 gravy， 它只是那个像马拉克是金茶肉，东海岸是budu，它只是鱼弄出来的那个好像酱油这样子罢了的，所以我又没有了这种3蛋啊 gravy。然后你那椰丝，你的是full，
我的是这样，所以你看我的菜是占了58%。啊，重点是这个，所以菜就是一定要是整个 portion 的58%，对吗？然后因为我要很翻高 fiber，其他的加起来就是58%。所以你感觉一样。对我没有吃炸，我吃烤，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分别了，所以我一样可以 enjoy 我的美食，再不重，可是我就没有那个负担咯。不要这样子，再不重呢，我还要跟你去拍其他地方呢。我不用离开不重，我都可以吃得很好哎。好，你看，我的朋友已经过分了，饿到不要等我了。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啦，真的，谁不想吃的健康又丰富？只是说，对于减脂餐，大家的印象，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吃到很清很淡。结果因为他每一次 send 的照片，我一看了过后，我都有一点怀疑，我讲 sure 不，这个叫减脂餐。当然，你说这是最正宗、最正式的减脂餐吗？未必。对吧？我讲的未必是因为我相信，可能大家那些真正很严苛的，他们吃那个养生餐吃到很严格的，会觉得你这个哪里叫减脂餐，对吗？你看肉那个鸡腿都不是说鸡胸肉哦，我是讲我们的这一种 stereotype 嘛，我们的这一类一般人的认知，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不要骗人，这个哪里叫减脂餐？减脂餐不是这样的，你看这样多饭，不能吃饭的。对，这严格真正讲的是不能吃饭的，不可以这样子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拍这一个？它的重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转变。你每次讲什么？运动是为了吃咯，对吗？对呀，真的吗？你运动保持身段就是为了可以吃更多，可以享受美食吗？对，所以如果说大家为了运动，只是一面为了瘦，不能够享受美食，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做不到的。它让我改变了观念，就是哦，我是有可能吃减脂餐的。可能大家觉得，Jason 你都没有吃减脂餐的，你朋友吃罢了。但是这个就是我要呈现出来的效果，给大家看到。normal 的跟减脂餐其实它的分别真的是不大，也就是想说，如果我吃的这一个，我要把它变成减脂餐的话，我不吃虾饼，这个是虾饼还是鱼饼？鱼饼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不吃鱼饼，可以吗 ？OK 啊，我 OK 啊，菜多一点可以吗 ？OK 啊，我不讨厌吃菜。然后这个鸡换成烤鸡可以吗？当然 OK， 我很喜欢吃 Nando's， 我很喜欢烤鸡，我可以不吃炸鸡。那么这一个少一点 OK 吗？饭一半 OK 吗？不要这个酱也可以啊。所以我很感谢我这朋友，就是他带给我了这concept 观念，就是接下来我会很愿意跟着他去尝试不同的减脂餐。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欢迎在底下留言。那大家还想看我继续跟我的这个朋友去介绍其他的地方可以怎么样又吃得丰富，但又可以当做减脂餐来吃，就是一句话啦，我们不是100%，但是至少有一个78%的减脂的这个效果，大家要吗？欢迎在底下留言。如果这一期的反应好的话，那我可以约我朋友带我多一点去拍其他的减脂餐，这个是我的想法，我觉得也是很好啦。就毕竟就是大家不要一直只是看一个胖子，每天在那边大鱼大肉，偶尔也要吃的健康一点，对吧？这个是nasi kerabu嘛？那nasi kerabu，我这个朋友不要开玩笑哦，哪里人？登嘉路人，他那一边的是很地道的，他吃这些他的要求很高的，不要开玩笑。所以这边是他介绍来的，大家就可以知道是好吃的。OK， 所以他叫我吃一定要全部捞的啦，三包、椰丝、咸蛋一定也要拿出来，也要捞。大家看这个并没有加饭哦，只是普通分量哦，是 normal 的分量来的，很便宜。好，开餐。第一口感觉酸，因为它的三包绝对是三包咯，带酸，然后辣，三包，还有爽脆。它的那个菜跟它的椰丝带进来的口感哦，是很爽的，很神奇。就是如果大家看我上一期的 Doncaster Level， 你吃炸猪排嘛，夸夸爽脆爽脆，这个很正常，面包坑炸猪排。可是这个大家觉得好像是吃饭罢了嘛，可是看
因为它的菜哈，咬每一口滋滋声、咔咔声，再加上它的咸淡。我知道我讲了很多次了啦，我吃东西我很喜欢这种层次感，东西丢进嘴巴，它不只是一种感受、一种口感而已，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我的朋友教我，他说真正吃这个也是要把这个鱼饼也是弄碎，因为鱼饼也是它的配料之一。更加脆了，更加好吃了。我的朋友跟我讲啊，就是要是东海岸的话呢，有一样东西必须要放的，就是这一个江鱼子腌制的 sauce， 马拉哥出名马拉酱嘛，煎加肉 ，sorry， 马拉哥出名煎加肉，那东海岸就是出名这一个，所以啊，大家敲碗，大家期待，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着我的朋友回家乡，拍登高路美食，哦，一步一步啦，所以大家多多帮我订阅，多多帮我分享。让我真的是有继续做下去的动力，也让 YouTube 的演算法注意到我的这个频道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那么就可以帮我的影片传到更多的地方，让我有更加多的资源也好，动力也好，继续做下去。好，回到这个，我很喜欢纳西格拉布。还记得当时 MCO 的时候，我们的 office 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破辣，自己家里煮东西去，因为不能够出去吃嘛。然后很多时候当然也是会好可爱哦，学生们经过都会跟老板他们打招呼。那我们就会叫外卖去 office， 公司也很多马来同事，所以经常都会叫一档也是很好吃的。会不会好像就是这一档？我 not sure， 当时忘了问他们是哪一间店。所以我是很喜欢纳西格拉布的，可是我记得我当时吃，可能就比较把它当成炸饭这样子吃吧，就是鸡是鸡，饭是饭，菜是菜，这样子分开吃。而今天看着我的朋友这样子捞，我才知道我之前吃错了。这样子吃不用吃它的鸡啊，只是吃它的这个饭，它的这些啦，最正宗的咸蛋。鱼饼、椰丝、菜、辣椒、三包，就已经是一个很开胃、很 perfect 的一餐了。大家看我还没有开始吃鸡，我都已经吃了很多口饭，因为停不了口啊。大家看回我的那些人马布鲁罕度的。总结我说什么？它的炸鸡我没有说非常喜欢，就是没有很惊艳啦。但是我喜欢它的什么？我喜欢它的饭、它的三包、它的干贡跟它的蛋。这4样是什么？这4样就是纳西人马最基础的东西。所以其实有时我是觉得饮食业不管卖什么食物都好，你最基础的你的 basic 要做得好，对吧？所以像这一个来讲，以纳西格拉布。我还没有吃它的鸡，因为鸡毕竟我们可以配烤鸡、炸鸡 ，whatever 人当鸡都可以，只是它的这个 basic 要做得好，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一间赞。我的朋友讲瓦隆沃在吉兰丹也是有店的，如果是仔细品尝的话，它的三包是属于比较偏甜的，当然它的辣劲很够啊，因为格兰丹那一边，他们的口味一般上都是比较喜欢甜的那样子，三包。所以当然啦，食物有脚嘛，就会全世界的走。我们也知道，不管哪一道美食，去到一个地方新的地方，它总会随着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口味有所改变。豪迈一点是这样美的炸鸡大家看，用糖直叉来扒开的话，是一种罪过。哇！我刚才去拍它烤的时候那个香气扑鼻而来也是炸的，我是烤的。当然都是炸的。我刚才拍的时候，它的那个已经刚好是炸好了，放在那边。香气很足，然后不会咸，但是它够咸。大家知道炸鸡
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就是要吃健康，不要吃这样咸。可是炸鸡是不能够不咸的，所以炸鸡的咸度掌控的好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非常考功夫的。就是你在腌制的时候，大家看了皮抱歉我这个不是减脂餐所以其实是可以啦。我是觉得好，我今天我的朋友教会了我这个观念了过后，那我觉得偶尔要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吃的太油腻，口味是太重，连续很多天的时候，这样我就知道了嘛。就是好，偶尔1-2天或者偶尔1-2餐饭不要吃这么多，然后肉其他的一些佐料也不要太多，总分量的一半，菜一半，58%就所谓的58%的菜，然后鸡或许先不要选炸鸡咯，选烤鸡，然后把那些皮扒掉。起码我觉得我不算是吃正宗的减脂餐都好，但起码我知道我是吃的健康的，这个是重点。我忘记拿给你炸鸡的人吧。好，我先这样子试一口。一样也是捞在饭里面。好，又要再给观众看多一次。大家看到吗？大家看到这一口的层次感吗？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趁着Ramadan还没有过完的时候，午餐比较没那么多人的时候，多来 support 老板一下。好，吃饱了，真的是超级满足的一餐。那总结一下，觉得生活在马来西亚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是因为多元种族，所以我们的食物很多元化。但是讲过了，华乌印这3个种族的美食就已经是多到数不清了。像这一个就是很道地的一道马来美食，nasi kerabu。所以东海岸是非常有名，但当然西海岸呢，我们也是非常爱吃。所以没有话说啦，那么好吃，那么丰富，却又那么基本，不需要特别华丽的配料，炸鸡rendang把它拿掉都没有关系，单纯享受它的饭它的最基本的椰丝菜加上三包，就已经是满满的层次感，满满的丰富的味道。这一种享受对于一个爱美食、爱品尝不同的味道，我们追求美食其实就只是这样，就是在什么，是满足自己的味蕾罢了。当然也要满足自己的胃了要有那种饱足感、满足感，看个人。但是这样子的一餐，人生我们民以食为天。讲到这一点，我也是有感而发。我们经常会很讲什么Jason 介绍的这个不好吃的，我的家的那一档才好吃。Jason 你讲这个炸鸡最好吃，哪里有最好吃？那一个品牌的那一间才是最好吃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真的是你的家的那一个最好吃？但是我们能够一辈子1年365天都吃那一样东西吗？不可能，对吧？我们总会希望可以有惊喜，可以去发掘到特别的味道，没有试过的。当我们每一次发现到新食物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真的会很开心的。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一种开心，这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兴奋。所以抱着这样子的心态，我们去找美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会发现到它会精彩有意义的多。大家同意我讲的还是不同意我讲的？欢迎在底下留言。那很谢谢我的朋友今天带我吃了好吃的东西，也让我又有了对这个所谓的健康饮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就很开心，也可以分享大家。也补充一下，刚才他讲他这样子吃这种不是很严谨的，不是很标准的这种 low carb 餐，他1月这样子到现在减了，当然我不要特地去强调它是几时吃几时不吃但是我要讲的一个事实就是从1月就是过年到现在，它减了3%的体脂肪，3%的体脂肪，但是它是一直在找好料吃的，不是吃到很辛苦的。他send给我的照片是我看到会流口水，会想他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有什么意见，我有说的什么不对的，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指教。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那咖啡可以喝，没有糖不了吗 ？Nescafe 4个送 ，Enjoy my life。呀，他的这个教练的这个理念，他教练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如果你可以为了健康一辈子Chicken breast 跟 broccoli，OK 啊，可以啊，你就这样子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人总会希望可以吃到 variety， 真的可以享受民以食为天嘛，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那么 extreme 那么极致的这种健康餐。所以这一个它可以是一个叫做入门，也可以是让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哦。原来要吃的比较健康，未必要做到很 extreme 的，我可以慢慢改变，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重点。当然，我的朋友间中有跟我分享过很多哈，比方说吃菜，叫我尝试做这个2:1餐盘，就是蔬菜占50%，饭啊减少那些 carb， 那些就占其他的50%。这一个2:1餐盘是全世界大家都在实行、都在使用的一种饮食 lifestyle。但重点回到这一边的话，我曾经尝试，我朋友跟我讲说，我讲好了，这样子应该不难吧？我才发现到很难，在马来西亚很难，在马来西亚很难，你看他都忍不住，因为很难找到蔬菜。他很坏蛋哦，这样爱讲话，我拍他又不给我拍，这个人呢，真的在马来西亚真的很难。我就跟我讲，你们有注意到吗？我们在马来西亚吃什么？鸡饭就是那个黄瓜2-3条，炒粿条韭菜蒜啊，豆芽蒜啊，云吞面有了，就是那个白菜2-3条咯。真的很难吃到菜。当时我的朋友叫我尝试，我才发现到，我只有去吃炸饭档，我才可以真的拿一般的蔬菜。对不起，因为我很爱吃肉，所以他跟我讲，你要吃肉可以吃肉，只是你的菜要是你的总数的一半，我不管你吃几多啊。所以看到吗？这个就是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有时候很多事情只是转念而已。我们现在有了这一个转念，一个新的观念。当他跟我讲这个减脂餐的这个 concept 的话，我就很能够接受。换作是另外一个人来跟我讲，哇，Jason，你这样子是不行了。你看你上一个咖喱面的视频不是一个留言吗？吃完了咖喱油马上喝冰，迟早血管阻塞，对不对？就会有这种关心我的观众朋友啦。但是如果你突然间来跟我讲，Jason，我觉得你应该要吃健康了，你叫我开始所谓的鸡胸肉跟 broccoli， 我真的做不到。我会讲，对不起啦，我还是要享受我的美食。可是这个，今天我是故意不要跟我的朋友一样的减脂餐，那么大家就看不到那个对比，就看不到其实分别并不大。所以经过了今天的这个了过后呢，我觉得我下一次来这边，我就提醒我自己，既然刚才我讲的他的饭、他的椰丝、他的菜都已经这么好吃了，它的咸蛋都已经这么好吃了，我就可以来叫烤鸡啦。饭真的不要这么多，不要吃它的鱼饼，好不好？一个星期有一餐吃的稍微健康，很好啊。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也喜欢也认同这个观念，也还想看我的这个又爱讲话但不给我拍的朋友多一点带我去 explore， 教大家怎样可以把减脂餐吃得丰富，在底下留言。其实你也不用减饭。那我的朋友又教我了，我刚才不是说吗？如果我要吃的健康，我就饭一半哦。但是，对呀，我的尺寸，我平时是要加饭的，那我现在就不要加饭咯。加菜。加菜咯。重点是2:1，记得吗？只要不是吃得撑，是你能够吃得完的，你的普通的分量，你多少饭你是吃多少饭。我的朋友说，他写那个 message 给我，我不管你的饭怎样吃，你肉怎样吃，你的那个菜你给我死命吃完那个菜就可以了。我说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讲给观众朋友听，出自我的朋友Jesse On 的口，那个菜你跟我死命吃完就可以了。